中国其实对乌克兰跟俄罗斯都有相当的影响力。这28点要求让美国来说服乌克兰不够，还需要中国来帮忙。因为乌克兰未来的重建，中国早就已经准备好要怎么帮忙，实质的协助、贷款协助、派专家去协助他的重建。今天为什么川普希望在达成这临门一脚的和平计划，能够让俄乌双方都能够签署？习近平他是会有很大的影响力。是来自华府智库德国马歇尔基金会的印太计划主任。这位对台海局势也非常了解的专家葛莱伊，他也分析说，川习这次通话呢，是正值美国针对结束俄乌战争提出这个28点和平计划，很快就做出了一个通话。那川普很可能为了寻求战争结束也透过习主席打给来的电话呢，顺便来问一下，有没有办法来一起帮助这个劝和俄罗斯劝和普丁啊？毕竟这个中俄关系如此之好，这一起来劝效果更好。那《纽约时报》也分析作为互惠，那习近平当然也可能提出，我可以帮你劝俄罗斯，当然你美方当然也要跟我做出保证，在台湾问题上你的态度是什么，或者是我们在关税贸易上你是不是能做一些让步呢？等等的。所以这28点和平计划一经公布之后，我们虽然看主要的4大势力，包含乌克兰、包含俄罗斯、包含美国、包含欧盟，都在针对这个28点在做一些删删减减、改变，改到19点等等，我们节会也会讨论。但是中国看起来是个局外人，但特别是能够透过这份计划的表态，跟美国这边来换取一些利益的机会。干哥你怎么分析？葛莱伊讲的没有错，其实你看俄乌的问题，你认为说中国是完全使不上力吗？不，中国其实对乌克兰跟俄罗斯都有相当的影响力，一定是的。所以在这28点的和平计划里面，你仔细看其实老实讲一句，乌克兰是不高兴的。为什么？那根本就没有达到他们的要求嘛。对，领土的要求拿不回来。其实美国你的这28点计划，老实讲一句，是有点软性的要求，乌克兰要接受，包括你进不了北约，讲清楚了。然后我们北约的军队不会住在乌克兰，那只会就派战机住在最近的波兰然后所以说你现在的这个兵力还必须限制在多少？限制在60万人左右。像这些对乌克兰都不是好消息。那乌克兰必须要接受等一下我们会讨论。在这种情况底下，这28点要求，其实你要让这个美国来说服乌克兰不够，还需要中国来帮忙。因为中国其实蓄势待发，我们早就说过了，乌克兰未来的重建，中国早就已经准备好要怎么帮忙。在各种方面帮忙，实质的协助、贷款协助，真正派专家去协助他的重建。所以大家要看远，看得深一点，就是说，习近平在这方面是有谈话权的。那今天为什么川普希望在达成这临门一脚，而不要功亏一篑的和平计划，能够让俄乌双方都能够签署？所以说一句实在话，习近平他是会有很大的作用跟影响力。但为什么这个时候变成习近平他反而是跟川普的电话热线之中，他要求对于这件事情，刚上次讲的没有错。其实老实讲一句，台湾问题就是底线，你不要跟我讲那么多。川普先生，请你支持我这一点，我没有要惩罚高市早苗，但是你一定要让他知道这件事情没有讨论的余地。我作为中国国家主席10多年了，如果今天台湾问题我还守不住底线的话，那我没有办法面对我的国人、我的民族，所以我相信习近平他一定有讲的这些话，所以这件事情在外交上面会掀起多大的波澜，你自己心里应该很清楚。川普，我跟你讲，越来越会怎么样？对于两岸问题变得保守，越来越不敢承诺，因为他现在表面上只会讲他们之间的中美贸易的那些问题，他绝对不会谈到台湾问题，而且中国也讲了一句话，在他的任内，我们绝对不会做出对台湾不利的事情。这句话非常重要，因为所谓的2007是不是不再存在？我觉得这些都很值得我们继续观察。是美中2位领导人呢，他们又通话了，这次是透过线上的通话，也是继2人在之前韩国的 APEC 峰会见面之后呢，这次是由中方
习近平主席主动来跟美方联络的一场契机哦。那双方讨论了包括像是俄乌战争啦、芬太尼毒品的问题啦、黄豆啦，以及其他的农产品等议题。特别的是，新华社做出了一个报道，指出呢，在这次通话中，习主席特别强调了台湾回归是战后国际秩序的一个重要组成哦。那美方也是表达理解台湾议题对中国的重要性，但是没有进一步的去展开。那通话后呢，川普就说明年4月他将会访问北京。那同时他也邀请习近平主席在明年的稍晚呢，也去到美国看可不可以做个访问。所以双方是展开了一个良性的互动。那老实讲呢，美中今年的关系因为受到整个贸易战框架的影响下，其实是非常的恶劣、非常糟糕的，一直到下半年开始才有所好转。那这一次由中方主动来联络美方，其实还蛮少见的，而且北京主动出击的背后，他们的目的是什么呢？有点耐人寻味。我们先请教介大使，你嗅到了什么样的一个政治算计？对，因为这个就跟德国之音的报道，他说这个中国大陆的领导人直接打电话给美国领导人，就是用4个字叫极为罕见。极为罕见。上一次是好像911事变的时候，江泽民打过电话。这个中间你看多少年了啊？那可见这个应该就我们的这个嗅觉来讲，应该是知识体大。知识体大。当然就是说，大陆发表的这个事后的新闻稿谈了很多点，对不对？第一个就是双方这个有一个共识，上一次的见面达到了共识，很具体。然后呢，又谈到了怎么样还要继续交往下去的一些原则。那其中特别提到，就习近平主席对川普总统特别说，台湾的回归是2次大战成果的重要组成部分。那直接跟美国谈台湾的问题。那而且中国大陆还特别写在这个新闻稿里面，是这里面就很有注意的地方注意的地方。那事实上的话，像德国之音他下的标题就是说事实上感觉是中国跟希望美国介入之间，中日目前的他用僵局，对，那可能是有这个作为，还是说呢？如果你要有推测的话，是不是中国大陆要对日本做出下一动的举动是什么？先跟美国打招呼，或者说呢，中国大陆希望川普总统出面跟这个美国的跟日本的首相高市早苗做一个沟通，还是带有一个立场的沟通？那或者就是说，第三个就是请美国的总统，接下来可能请美国的川普总统来做目前中日僵局的一个调解人，就你要给他一个目标对，那是不是如此？看不出来，因为川普立刻也在他的Truth Social 里面发了一篇文章，他讲了很多，他就说我的好朋友我们打电话怎么样？这个大豆什么这些东西都是运转顺利那么双方可见双方的关系现在很好。那么我已经决定4月，习近平主席再次邀请我4月去北京访问。那么我也同样，我为了这个等于说怎么讲呢？回馈就是说，那么我也邀请习近平主席在今年的适当时期到美国来访问，进行国事访问。那他没有提这个日本的事情，可是呢，很奇怪了这个电话打完没多久，川普主动打电话找高市早苗。对。这个就变成就是说，川普虽然没有提台湾问题，只有大陆讲台湾问题，那川普为什么会这个电话挂了以后，几乎是他那边应该是很晚因为他说是25号早上，而这个电话已经打了。你知道，美国跟尤其华府跟我们这个东京或者这个北京时间是黑白颠倒的，差12个小时那他可能就连夜就打了这个电话可见他做事这个企业出身是见机理风风火火的。结果呢，那这个电话目前美方保持缄默，对，没声音。可是高市早苗说了，他说川普主动打给他，是对不对？然后他说，川普还告诉我们是很好亲密的朋友，你以后随时可以打电话给我。那么那可是呢，对于里面谈了是不是谈了这个什么具体的问题或者说有没有谈台湾问题？高市早苗说细节不便透露，就这样子。
所以不管怎么样，习近平打完电话给川普，川普立刻打电话高市扫描，那可见重点就是在中国大陆跟日本的关系。是，所以我觉得很快，因为这个电话的话，川普会打的话，不会只寒暄啦，这就是一定有什么样的立场，是或者有一种或者传话都不知道，那就看着现在这个啊。要不然我们就看川普是不是有时间发一个这个 True Social 的贴文，看他怎么讲。另外一个就看高市扫描，日本这边的会不会有什么具体的回应动作？是，没错。前段时间这个 APEC 峰会举行的时候，之前川普总统才陆续去访问了日本啊，还有韩国等等。结果双方呢在上面还有互动，然后包含这个川习会在韩国的见面。结果才过了一段时间，双方现在又主动，应该说三方又主动打电话，中国主动打给美国，美国再主动打给日本。那我们就可以发现了什么事情，就是前段时间高市首相的台湾有事论哦，引发了这件很多的风波，才会产生三方的领袖这么密集的又联系。虽然三位大人物讲了什么，我们电话那头是无法得知啊，因为不会通灵术。但是上次哥，你觉得这一次这样子三角关系连来连去，我主动打给你，再主动打给他，不管他们谈了什么，川普对高市的态度，应该说台湾有事这个发言，你觉得是褒还是贬？现在我们看，主要我们来细细来算一下时间啊，因为这2通电话都是太罕见了，非常非常罕见，所以我们必须要把它的时间序。首先呢，我们已经确定习近平是在11月24号的深夜，非常深夜哦。为什么这样讲？因为习近平一打完电话，在新华社马上就发布了这个部分的消息。最早美国还没有新华社发布，所以呢之后我们再看，在接下来的部分是川普打给这个高市扫描是什么呢？它是富士新闻网的一个独家消息。富士新闻网独家消息大概约莫6、7个小时之后的，也就是我们今天录影时间的今天清晨。那有这个消息之后呢，所以日本的媒体都蜂拥的去问高市扫描。那高市扫描大概是今天早上，在台北时间的10点、11点的时候是接受访问讲这个话，所以我们推断的部分是习近平打给川普的部分是在24号的深夜，已经接近晚上12点，所以作为美国当然是在白天上班的时间上午，所以川普应该说在6个小时，甚至如果估算了粗一点，10个小时之内就打了。这个部分其实你看，无论大家现在都避开，但是我们看在北京的官媒有具体的提到。习近平就是谈台湾问题，然后呢，在其他的美国后来的官媒里头，媒体有报道说，川普有回应，叫做理解台湾问题对中国大陆的这个重要性。也就是说，他虽然没有附和习近平在台湾回归中国在历史上的这样子的语调，但是呢，我们看到川普并没有挺台湾哦，他基本上是比较柔和的回应的这个习近平，但是他的动作是风风火火，直接打给高市扫描。对，我想我们现在回过头来看，目前我们在看的仿佛都觉得现在是中日在对抗，而且在每天外交的堆叠，包括经贸的制裁，终于王牌出现了，最后的大老二打出来了，就是习近平谈。他虽然没有直接谈日本，没有直接点名高市扫描，但是把台湾问题点出来了，而且是在中美当中这个框架。我们要看是这样，通常来讲，中美之间有非常大的问题，全北京都会看一个叫北平风的一个中共大陆官媒的评价，所以马上其实就有这个评价，他写的叫做关键时刻一通电话，里头就具体指出。在习近平的这通电话是干嘛呢？他提到的不是对日本，而是主要是台湾问题。他提到整件事情中日，我们现在看是中日在搏斗，但不是。他强调的中国在强调就是台湾问题，不是高市扫描要惩罚你，高市扫描你是个坏蛋，不是，是台湾问题是不可逾越。不可以试探的红线，也就是我们回过头来，其实没有改变。习近平在2023年，当时到旧金山，对当时的拜登亲口就讲了，中美关系，台湾问题是中美的最敏感、最首要、最关键，而且后来再补充说是红线跟底线。这个态度是延续到整个2024年中美关系的调性。所以在川普上任之后呢，还没有机会重复
有关于中美关系对台湾问题的定调，我们看到这一次，其实习近平不只是把这个调性重新指出了，这是中美关系，而且还谈到了历史这件事情。所以我觉得现在是最重要的，就是说，川普，我想他们也不是笨蛋，当然知道习近平的部分的潜台词的用意，所以呢就立刻打了电话。当然这里头真的是要高市早苗要收回吗？对，要道歉吗？我认为不认为。我认为我们可以看到最新、最后、最 latest 的北京方面的要求是，北京方面要求日本。要针对于日本所说的，日本政府都是一贯立场。好，北京说，那你的一贯立场是什么？你再说清楚，不要含含糊糊。我认为现在北京先前希望高市早苗道歉啊、收回啊等等，但现在最近的状况是，你要重新说日本政府的一贯立场。所以我认为高市早苗有可能会针对于所谓的一贯立场，包括一中政策跟中日关系，如果高市早苗这样回应了，对，定义了。台湾问题，日本不会介入，不会碰，会跟美国一样站在这种对于一中立场当中的这个清晰度的时候，可能中日这个冲突会有一点点各自退一步转换的空间。了解，俄乌的和平提案能否走向落幕？现在一个很关键，由美国提出的28点和平提案，现在浮出台面了。但这究竟是苦口良药，或者是糖衣炮弹？我们继续跟3位专家来探讨。首先，关于这份提案我们这个时间有限，我没有办法从第1条讲到28条告诉大家。但是几个关键核心呢，大家要知道，包括了乌克兰你要割地，面积呢是相当于台北市加新北市，我们说双北现在这个台湾人口居住最多，然后也是最发展的一个地方。第二，要限武，就是呢，不管是你的军事力量、武装人员，包括乌克兰设定的这个美方是美方设定的60万人，还是欧洲希望的80万人，总之就是大概这样的数量。那其次呢，就是最关键的北约这个组织还是没有办法让你乌克兰加入了。所以呢，想当然尔，这份提案是非常具有争议性的。那虽然美国总统川普说这不是最终版本，大家可以就这样的基础上，我们再来小修小改，再来彼此讨论一下。这样的谈判是川普最喜欢做的事情。但是，一些国际观点认为与其说这份提案是帮乌克兰解决困境，还不如说是送给俄罗斯的许愿清单。大家知道圣诞节快到了嘛？里面非常多，大家觉得说为什么对俄罗斯让步这么多啊？那实在是令乌方难以咽下。那川普却不太满意，他认为说，我都已经帮你到这个份上了，感觉现在基辅跟泽连斯基是有点不知感恩的但真的是这样吗？想问一下蔡委员，如果这一签下去，泽连斯基总统是不是丧国禄权这个标签就变成他的历史定位了？泽连斯基已经不重要了，他什么角色也不重要，有没有上去有没有辱国一点重要性都没有了，因为他现在已经是一个破产公司的 CEO， 准备被扫地出门了，你还有什么意义呢？我跟各位讲，这28点和平协议其实就是一个样本。什么样本？破产公司不良资产处理协议。第一个，有3个块土地已经被法拍了顿涅斯克、卢甘斯克、克里米亚已经法拍了权利已经被拿走了，一进入法拍程序，权利就没有了。好，那其他的还有2个，赫尔松、第聂伯罗或者一部分扎波罗热，这正准备进入法拍程序那为什么？因为你破产了。那再来，破产了以后要限制员工人数所以你怎么可以有60万人，对不对？那你破产公司，你还有什么经营公司的权利吗？那当然，出来执行这个破产公司的是债权人，是谁？美国债权人。美国呢，要把你的里面剩下的产值齐了以后，看能不能拿一点回去补偿他的债权损失，建立停损点。可是欧洲不是债权人，欧洲是股东，公司破产了，你继续注资不多，1000亿美元，这什么意思？欧洲你股东你股权赔光，你还讲什么东西？你就拿钱出来，我是债权人，我要捞本回去，合不合理？合理。为什么？这个就是很标准的不良资产处理协议。至于你说你这个 CEO 泽伦斯基，100天内请你滚蛋，你现在是清算人、看守人，爱不爱随你便那你说批评这个什么乌克兰割地，你地是我川普割的吗？早已经进入法拍程序了，你还在讲什么割不割地那你说都单方面是俄罗斯说那好，我继续打就在这个案子出来之前，这个
美国的陆军部长啊，好像叫什么 Daniel Draco， 他上了一个报告给泽连斯基，给那个川普，说现在乌克兰2个月以后只有2种结果，要么你有秩序投降，要么你全面崩溃。什么意思？有秩序投降就是重整完成破产程序。什么叫崩溃？啪嚓，由这个债权人随便挖，2种情形随便搬啊，这2种情形而已啊。这个是不是符合事实？是的。你现在乌克兰只有秩序投降跟全面崩溃，你溃败，你已经没有选择了。是，那你为什么把公司经营成这样子？问你这个伟大的 CEO 啊，然后更觉得这个跟以前的投降或者和平协议都不一样。和平协议开头都会讲说，我们基于安全啊，基于人权啊，基于什么，讲了一大堆，有没有啊？然后我们达成什么样的协议啊，等等等等啊，这没有，一开始就直接就这不良资产怎么处理，这一块你的，这一块我的。俄罗斯你那3000亿，1000亿拿出来给乌西重建，然后股东欧洲再来1000亿，然后剩下2000亿，俄罗斯要重整要重建乌东，那这个钱还有我美国要分一半，就这么简单。为什么啊？我重整人啦，我重整人，我要把我的投下去的钱给捞一部分回来啊！当然不可能完全捞回来，他讲的是矿产都是骗人的了哈。但是不管如何，你这互相吵来吵去，凭良心讲，就有个破产公司，泽连斯基毫无选择的空间。是，哇，蔡委员用这个破产清算程序啊，来描述现在俄乌的处境，还有乌克兰跟泽连斯基能够处理的方式，非常的生动。刚刚提到，感觉是非常被动，只能掏钱出来这些股东的欧洲国家，他们当然听到这28点也是一懵啊！感觉我现在话语权越来越低啊，除了继续往里面投钱跟军援的价值之外，我好像真的不能说什么话了。所以这份提案呢，这个法国、英国跟德国第一时间是拒绝了部分的要素，并且提出了改版。他们认为呢，这个原始提案给俄罗斯太多好处了。好，乌克兰要被限制军力，俄罗斯却受到不对等的对峙啊！战斗民族如果持续的往东扩呢，那我北约的这个心腹大患一直这个问题没有得到治本的保障。所以杨老师你怎么解读现在欧盟的作为？还有他们要求，美国你不让乌克兰加入北约，但我们做一个类似北约第5条款的安全保障，来形成这个共同防御命运共同体的这个可行性，真的有吗？法律上我觉得不可能。法律上，目前的28点里面其实是有谈到，如果俄罗斯攻打乌克兰，将会遭受到其他所有相关各国协调的军事反应，也就是说各国会采取军事的反击，但这没有任何法律上的承诺，而且我也不了解这个协调的军事反应是什么意思所以很模糊。蔡委员刚才用这种不良债权的处理，我觉得这个很现代性，蛮有趣味理解的。我从另外一个角度，因为对欧洲人他们真的就是回到过去，整个19世纪那种国界领土的更改，不就是一个一个都是这样子的案例吗？从梅特涅到俾斯麦到一次大战，从波兰被瓜分，德国丧失领土，然后呢，整个乌克兰一直都是整个东欧到中欧就是这样子不断的往往返返，每一个条约每一个领土的重建大概都类似，那跑不掉的，因为你输了就是输了，被占领了。现在这是这个28年里面有3个大重点：第一个领土，第2个安全，第3个债务跟削减制裁以及相关的这个投资问题。领土的问题，你这边讲用台北加新北，他们在欧洲不知道台北跟新北加的是多少。卢森堡，然后就是卢森堡。对，因为其实顿内刺客没有完全被俄军占领，他要整体的顿内刺客，但是他也放了一些出来，所以整个加减之后大概2500平方公里，所以领土。但问题是，整个乌东大概乌克兰的1/2。尤其这里面是富藏了煤矿、稀土、工业基础都在这边，所以领土代表了很多的意涵。那当然，这也是乌东俄罗斯语主要集中的地区。那第2个就讲安全，这里面尤其我们今天的问题是安全的问题。
你只能有60万。不过现在《纽约时报》说，目前乌克兰的军队只剩80万，60万 OK。你不可以加入北约，北约也要明确拒绝乌克兰加入。还记得2008年北约的高峰会邀请乌克兰加入吗？我就要问了，说好的乌克兰有事，北约有事呢？从过去一直以来将近20年，美国跟北约不断在鼓动乌克兰做我的代理人，我让你加入欧盟，我让你加入北约，我保障你安全。就乌克兰被打鸡血一样，把自己合法的总统亚努科维奇给拉下来，搞得国家四分五裂，发生战争。最后呢，他是给你很多的经济军事援助，但是你怎么在战场上传统武力打得过俄罗斯呢？结果现在被占领了。你面临到再一次19世纪领土丧失的这样一个重演，跑不掉的了。只不过是细微的调整，只不过是时间的调整。至于说你还想要类似北约第5条的安全保障，白宫就会说，那你们去跟他第5条啊，美国这边不会跟他第5条嘞。那欧洲这边做得到吗？当然做不到。所以这也是一个死局哈。那经济学人呢，同样跟杨老师一样，不看好这份和平计划，并且他们是用尖锐的语气示警，说这28个提案一旦落地的话，可能会造成乌克兰更加的脆弱，欧洲的更加分裂，美国也不安全。那么当中唯一的获利者就是俄罗斯了。普利兹新闻奖的得奖作者弗里曼，他甚至形容这简直就是现代版的慕尼黑协定啊。那如果这份方案真的落地，未来的5年到10年，我都不知道观众朋友要怎么想象这个欧洲版图可能会变成什么样子，国跟国的那个边界可能要改变了，世界地图要改。好，那攻打乌克兰事件之后，普丁如果真的这么轻松就下台，然后致谢下台一鞠躬，然后获得这么多好处，是不是给了他一张合法化的侵略通行证？舰长，你的看法？我们来讲到说这个傅里曼讲的这个有关于慕尼黑协定的部分啊，其实就是1938年所有的列强通通同意了德国兼并这个苏台德地的这个部分啊。那但是现在呢，好像是英国、法国以及德国突然有了那个他的正义感，说要帮这个乌克兰出头啊，但是可能吗？那个他能提供乌克兰什么呢？你当初德国说好的金牛座巡弋飞弹呢？你先给嘛。那但是我们想到说啊，其实刚刚讲到有关于是不是俄罗斯未来会向西扩张的部分啊？我们先看看，从那个1994年布达佩斯安全保证备忘录完成之后，真正不断东扩的是北约啊。那俄罗斯从来就没有往西边走过啊，所以其实现在有很多的智库以及专家在讲说，真正的攻击性的这一个国际组织反而是北约。那俄罗斯还有这个底气吗？如果他有这个底气的话，我们看看战场上就好了。T-72的这种老旧的主战车都被拉到第一线了，那代表什么？代表他的所有的装备几乎都已经要进出了嘛。那至于说未来是什么，我们就看现在了。我们看到这个库皮扬斯克的部分了，库皮扬斯克几乎等于也要即将陷落。那当然大家就讲说，小舰长你讲了1年多的红军城，对，红军城现在被围了怎么样？红军城已经几乎完全陷落，没有陷落的只有一点点地区而已。那但是现在说要割地啊。那其实这个割地，其实这个问题回头就要问泽伦斯基了。乌克兰现在是丧钟已经被敲响了嘛？就是因为美国媒体爆料说，其实川普一直以来呢都在跟俄罗斯在进行秘密磋商，制定了这个结束乌俄战争的新计划。然后现在呢，我们摊开这份由美国特使牵头起草的28点和平计划，哇，大家一看说这个内容根本就是乌克兰的投降书。我们来看到包含了要求乌克兰要割让顿巴斯地区的领土，还有武装部队的规模直接砍半，而且要放
放弃长程5G。再来呢，包含了从语言跟宗教下手，说要承认俄语是官方的语言，还赋予俄罗斯东正教官方的地位。还有包含说，乌克兰境内呢不允许任何的外国军队来驻扎。更狠的是，基辅当局呢，还有欧洲的盟友，在这个草案的过程当中，他们是完全被蒙在鼓底的哦。因为美方呢准备把这个既成事实呢，直接就硬塞给泽伦斯基。最新的消息是，泽伦斯基他也已经收到了这一份和平计划，而且同意要就这些计划要点展开工作。但是有一个前提，说希望可以体面的终结。好，不过大家真的很好奇，为什么最后会变成这样的？杨老师，你来看，川普他为何会全然答应这个普丁的要求？我就说这是上一次匈牙利的总理奥班到白宫和川普吃午餐，就表达了作为川普跟普丁之间的一个传达的信使。那这个就由这样个推演出来28点和平计划，比较细部的内容哈。那在领土上面，俄罗斯将获得顿巴斯，也就是现在的顿内茨克跟卢甘斯克。卢甘斯克它已经全部的占领，顿内茨克啊，也就是在红军城之后，它也会获得整个这2个省。然后呢，克里米亚获得国际承认，美国也会承认，并沿当前的战线冻结赫尔松跟扎波罗热的部分的地区，也就整个乌东的地区，其实现在的战线所在的地方，但是包含整个顿巴斯的地方，俄罗斯都取得，所以这个是在所有包含美国在内的各方都会给予法律承认，这是28里面所讲的。此外，他也提到说，西方将全面解除对俄罗斯的制裁，归还约2/3，大概是2000亿欧元所冻结的俄罗斯的央行的资产，在各国，尤其是在瑞士，而且正式邀请俄罗斯重返 G7。回到 G8， 那是1998年到2014年，其实俄罗斯是参加的这个 G7， 那个时候就改名叫 G8。然后呢，在领土跟国际地位上面，俄罗斯还会拿到经济大礼包，像是美俄成立联合基金，共同开发北极的资源。这个其实是美国想要夹带的这个东西哈。3000亿的欧元被冻结的资产中，然后呢，扣掉的这1000亿用在乌克兰的重建。这个是好像是俄罗斯拿出1000亿出来帮助乌克兰的一个重建，应该算是赔偿吧。但是重建项目一半的利益归美国的企业，这个是川普，你看厉害了。那扎波罗的核电厂在联合国的监督之下重启，发电量一半供乌克兰，一半卖回俄罗斯。那卖回来的利润里面又一半是美国的企业拿哟，不要忘记哦。所以俄罗斯如果所有的未来再犯的话，这些优惠将会取消。那同时军力的话呢，乌克兰最多只能维持60万人的军队，禁止拥有射程可以打到莫斯科，也就是中程飞弹你就不要想了。然后呢，军备部队必须要解编，英国主导的战机联盟将驻扎在波兰，而不是乌克兰。北约部队永久不得进驻乌克兰领土。北约会籍会被彻底的排除，所以他不能进北约，军队也不可以进来，外国军队也不可以进来，他的军队只能维持到60万。那换得什么东西呢？换得美国给予欧盟和乌克兰的安全保障，并且加速进入到欧盟的承诺，这就是28点。我觉得乌克兰会接受吗？其实现在看起来，在战场上地面这个战争上面。他已经处于绝对不利，同时泽连斯基自己的内阁已经贪污的不可复加，没有任何的支持率，他撑不下去了。那欧洲这边只能打嘴炮，也没有任何实际上的这个帮助了。川普就是拖到后来，让整个战场乌克兰到欧洲，你的窘态完全呈现。那这个时候呢，当然就2个大老板、2个大哥就拍板校定28点。是，但是现在美国大家在说根本就没有对乌克兰提出任何的安全保障，但是泽伦斯基是不是也没有条件可以拒绝？他有说美国是提供安全保障，但是这个安全保障呢不是很明确，是怎么样的安全保障？因为既然不可以有外国的驻兵，那同时
乌克兰军队又只能这个拥有少部分，所以怎么样的安全保障，其实这个是一个大的问题。是不可以外国驻兵，也就是说不可以连维和部队是不是能够进去？通常维和部队联合国不会介入到常任理事国相关的这些争端的事务当中，所以也不会是联合国部队。好，确实，美国现在呢很突然这个急转弯，其实整个欧洲也陷入恐慌。现在包含欧盟的外长也几乎说，任何结束乌俄战争的计划，其实都需要乌克兰跟欧洲的支持才可以。那法国外长话说得更重了，他说和平不是投降。波兰外长也痛批说，不应该限制乌克兰的自卫能力，受到限制的应该要是侵略者。好，现在您看到包含我们刚刚提到的欧盟啊、法国、西班牙、波兰这些外长纷纷都跳出来，大家在观望。张军，你来看，这是他们很害怕失去挡在俄罗斯面前的这个缓冲区吗？我认为这个欧洲这些国家，刚才所讲的，不管法国、德国、波兰、英国，还包括意大利，都犯了极重大的战略错误。对，要不然他们出兵援乌，要不然立刻就割地和谈，要这样子。你们都不出兵，你让乌克兰打，乌克兰现在怎么打？乌克兰现在面对3多的困境，牺牲太多了，他已经没有办法再动员，牺牲太多。第二个，它的领土一直沦陷，它每一个月丢掉一个关岛，美国关岛是550平方公里，每一个月被俄罗斯攻陷550平方公里，你怎么办？3多啊，沦陷多啊。第三个，国债越打越多，你是借钱嘛？你乌克兰也没有办法卖石油，你卖那些谷物是没有用的，那能够卖几个钱？你3多你怎么办？死得多，丢得多，欠得多，你怎么打下去嘛？你现在要扭转乌克兰战局其实非常简单，大家出兵帮他嘛，但是要冒核战的风险。普丁会不会跟你打核战？会核战。那我想，那你这些国家讲话的国家，你为何而战？为何要战呢？那就不敢。到现在为止打了3年9个月了，没有国家敢正式出兵。全世界195个国家没有一个帮助乌克兰，那乌克兰怎么打下去？没有人呢。那乌克兰现在面临3个困境：第一个，逃兵多，大家逃兵，现在逃兵20万。他不愿意上战场了吗？没有意义嘛，越打越输。第二个，他现在贪污很多因为大家看已经不对了，矛头就卷盘跑，尤其是泽连斯基的亲信，都跑了，拿了钱就跑到海外做义工，因为玩不下去了嘛。那第三个呢，负能量太多，基层士气很低迷都在抱怨，那也不能不打，你逃了或什么了，你到时候什么都没有，还会被抓回来审判，那打了是不是送死？所以负能量太多，你怎么办？没办法改变，防线崩溃了。所以我们看呢，这个战略态势的转换是不可能看不出来，没有办法改变战争的结局。所以越早结束越好，不要再牺牲了，不然又是3多继续变成3多，变成3个更多，那不好嘛。我认为这个尽早，这没办法，这是当初泽连斯基犯了严重的战略错误，西方国家也犯了重大的战略错误，而造成目前乌克兰的败相。是好，回到战场上，我们又来看到俄军在前线传出的捷报，因为现在战场形势几乎是完全一面倒向了俄罗斯。我们来看到俄军他动用476架的无人机，还有48枚的飞弹，锁定了包含能源、交通设施，发动很大规模的空袭。那俄军的总参谋部呢也宣布说，已经完全控制了战略重镇，包含了库皮扬斯克，还有在红军城也都有重大的进展，甚至俄军的官兵已经在当地展开常态化的巡逻。那反观乌克兰呢，现在不但是前线连失利，而且刚刚呢，其实来宾也都帮我们提到了爆出很惊人的贪腐丑闻。匈牙利外长就直接说，其实乌克兰它就是存在战争黑手党，还有腐败体系，所以也就是说，这个援助的钱根本你没有办法用到刀口上。好，李将军回到战场上，你帮我们看到现在前线很崩溃嘛？那刚刚提到后方又是贪腐被美国抛弃，那现在乌克兰面临这个3重危机，那战场上现在的战况到底有多严峻？你刚刚讲的库比扬斯克，我们现在在地图上面，各位可以看一下它位置在哪里，在北边它是哈尔科夫州，那红军城是在南边，波克罗夫斯克那中间有几个城市包括斯拉夫扬斯克、克拉马托尔斯克、德鲁日、基夫卡，还有康斯坦丁堡这几个形成一个城市群。也就是说，其实如果说是库比扬斯克跟红军城都丢掉的话，很明显，这中间这个几个城市大概保不住。这几个城市保不住，我们很明显的，我想说一般人对，包括10你都看出来，这一线整个就崩溃掉了嘛，等于说你就无险可守了那我们回到刚才所讲的这28点条件，到底是和平条件、停战条件还是投降条件？我觉得
你要讲和平呢，这只是这个大家这个粉饰投降的过程了哈。当然，这个我觉得乌克兰真的非常的悲哀，他当初被美国推去打这场代理人战争，那居然到现在连投降怎么样投降的条件，他自己都没有资格上谈判桌来讲。大家记不记得第二个是欧洲哈？欧洲也被美国拉进去打这场战争，叫欧洲这个支援各种武器啊能力来讲的话，大家记不记得上次在白宫哈，就是川普跟普京这个在阿拉斯加见完面之后，那时候川普曾经把欧洲7个领导者叫到白宫来，大家在前面坐成一排，我们戏称他叫做7个小矮人哈，在那边。那现在来讲。整个欧洲的战局，连欧洲的这个7个小矮人都没有资格来谈。现在由美国自己来决定要怎么样投降，你会不会觉得这就是这个一个国家，甚至于一个北约的一个悲哀？那你们现在欧洲这些，不管马克宏或者是这个法国的大使，说和平不能成为投降，你们现在还有资格讲这种话吗？但是我们从刚刚战场上的局势，我们就看得出来，现在大家在讲说，这个大家在讨论说，泽伦斯基可不可以吞下去可不可以接受？对。但是我反而要说，这个普京愿不愿意就这样子，就此结束，不见得会结束。我们经常讲一句话，你这个在战场上面你没有得到的，你也不要想在谈判桌上面得到但是如果说在战场上面我可以得到更多的，你会不会在谈判桌上面要的更多？这是现在来讲的话很现实的一个问题。那普京，我们可以讲说他也不是什么善类，也不是吃素的。你认为现在来讲，如果说红军城跟库皮扬斯，我们刚刚看到地图内线全部被打下来，那在这种状况下，这个俄军会不会打得更多，要了更多的土地？我一直提醒大家记得一句话，川普跟普京在阿拉斯加会谈的时候，那时候普京提的是什么条件？他说：“你们自己主动退出整个顿巴斯，我就可以不去攻击赫尔松。”那现在反过来，他现在来讲自己把整个顿巴斯打下来了，那我会不会继续攻击赫尔松？他继续攻击赫尔松的目标是在哪里的？我认为是敖德萨敖德萨是一个港口。大家记不记得为什么我这么一直在这样强调？记不记得2022年这个俄乌战争开打的时候，第一次开打的时候，俄军就派兵去占领蛇岛。我想印象大家应该还记得，蛇岛有七个阿兵哥在那边嘛。后来他们这个比个中指就向俄军投降了军舰，因为整艘军舰开到你这个小岛上面来。那蛇岛在什么位置？蛇岛就是敖德萨的门口那个岛那个小岛。那时候一开始就很明显的俄军目标就是要打到敖德萨。那现在如果说是普京有机会拿下敖德萨，他会不会继续拿下敖德萨？拿下敖德萨可以将整个乌克兰打成内陆国，可以确保他黑海舰队的安全。